李铁栓给了80块钱，还送来2袋棒子面。这门婚事已经说定了，不能说反悔就反悔。大娘，他脾气不好，我心里实在害怕，求您再考虑考虑。家里是什么光况你也清楚，这门婚事关系到一家人的生活，你就体谅一次吧。家里粮食不够，玲子嫁过去至少衣食有中着落，咱们也能缓口气。 大伯，求您再想想，那些钱粮我来还，我去干活，慢慢补给家里。顾真，家里照顾你们兄妹这些年也不容易，这门亲事已经定下，不能临时改变。二伯，您帮灵儿说句话，求您了。彩礼和粮食都已经收了，现在退回去，家里确实拿不出来，你也替一家人就想想吧。哥，别追了，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小美，我又梦到了当年那件事，是哥对不起你。医生说了，再拖下去也是烧钱。要我说，今晚就把管子拔了，省事儿。徐曼，你是他老婆，你签个字，拔了管，大家都体面。二伯娘，话别说这么难听，我们这是让他少受点罪。少来这套！他顾真这辈子最体面的事儿，就是给顾家挣下5个大厂子，所以他也该歇了。顾全文件拿到没？顾红他们可等急了，只要顾真一断气儿，大房那边马上接管厂子。急什么？他还没死透呢。我怕夜长梦多，万一这小子醒了改离主咋办？他醒不了。妈，顾真到底啥时候死啊？我出国机票都买好了。一星，小声点儿。怕啥？他都烂在床上了，还能跳起来打我？等你爸一走，你就是名义上的独子，遗产大头都是你的。名义上的独子。一星，怎么跟你二奶奶说话呀？爸，我这不是着急吗？爸，他叫王大勇爸。说了多少次，在外头别乱叫。凭啥不能叫？要不是为了顾真的厂子，你以为我愿意管他叫30年爸？境外账户弄妥了，顾真一咽气，厂子让顾家大房分，你拿到配偶那1半钱，咱们一家3口立马出国。护士啊，我们家顾真受大罪了，我这当长辈的看着心如刀绞啊！医生，能不能让他少遭点罪？他这人最要面子，我想让他走得体面点儿。顾真，你这辈子活得够累了，死了对大家都好。哥，你吃，我不饿，我刚才喝水已经喝饱了。50年前，我没本事护住妹妹，50年后，我又养大了一窝畜生。倒计时72小时就能回到1977年，还有玄灵空间。这一次，谁都别想活得舒坦。这里就是玄灵空间。
变好了许多，不是回光返照。空间储物，还回77年，这不是救命，这是老天亲手往我手里递了一把复仇的刀。谁？龙哥，是我，顾真。顾老板，听说你半只脚进棺材了，找我叙旧。找你做买卖。说。我名下5大产业：粮食厂、制衣厂、连锁超市、电子厂、医药店、厂房设备、库存资金，绝对股权全套递给你。你要借高利贷买命？我要套现。5000万，2小时内拿价值5000万的金条过来。顾真，5大产业你敢抵给我，真不怕我吃干抹净？我都要死了，还怕你吃？但我有个条件。说。这笔钱我拿走。剩下所有资产、债务和高利贷协议，你拿着去顾家收。顾洪占粮食厂，顾丰挪超市现金，顾帅卖电子厂零器件，顾移动医药店账，顾二郎在背后操盘。他们都觉得这5个厂子是他们的肉。龙哥。我要你拿着这份绝户合同，把这群吸血的蛆生生扒下一层皮。都说顾老板是个老好人，没想到疯起来比我们道上混的还毒。接不接？2小时，我的人带钱和合同到医院，你最好别耍我。70个小时。我要把现代这群吸血鬼推下深渊，再回去救林子。你们是谁？找顾老板签笔送命的买卖。第一层，5大产业的绝对股权，厂房设备、库存资产应受掌管，全部抵押给你。第二层，附加追债条款，5大产业被顾家各方侵占、挪用的部分，全部列入债务清单。顾红用粮食厂私自担保外债，顾峰从超市账户转走流动资金。顾帅倒卖电子厂零器件，故意在医药店做假账。账目明细、银行流水、内部审计报告全在这里。顾红私自担保这3笔。加起来2000多万，2300万，钱进他自己口袋，窟窿留给厂里。你装了30年糊涂？不是装糊涂，是觉得他们好歹是亲戚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算了。那现在呢？现在我2只眼都睁开了。你这个设计毒啊！主合同抵押产业给我，追债条款把顾家烂账全挂上来。你吃肉。但骨头要砸到他们头上。他们要是不认呢？证据在附件里，银行流水做不了假，
他们最怕的不是你追债，是这些账目见光。好，痛快！5000万等值金条，一根不少，你可以验。这不是钱，这是我带回1977年的底气。主合同加追债附件，一式2份。第7条，逾期利息按月息3分计算。我是放贷的，不是做慈善的。改成5分。你确定？确定。利息越高，他们欠的越多，你追得越狠，我要他们翻不了身。顾真，要是早20年遇上你，我都不敢跟你坐一张桌子。吴老板，上车。开车。这些东西带回1977年，就是粮，是命，是我救玲子的底气。66个小时，够了，下一步就是药品了。干活。里面还剩半面墙的火，医疗器械、便携式心电监护仪、血氧仪、急救缝合包，还有角落里2台小型制氧机。1977年，发个嘎烧都能要命，这些东西拿回去，就是从阎王手里抢人的命。收，脑壳疼裂了也得收。这次万事俱备，找个地方躲起来，等着时间来临即可。等我回去后，我会让你们在烂泥潭里挣扎、腐烂。回来了。今天是哪天？顾真，你个懒骨头死哪儿去了？太阳都晒屁股了，还不回来挑水？今天家里有客，你要是误了事儿，看你大伯不打断你的腿！今天家里有客，是李铁川。今天就是那一天。顾真，你
聋了！我叫你挑水！反了天了！你拿刀干什么？顾真，你给我站住！快去看，顾家的受气包顾真拿着柴刀往家里跑了。真的假的？老凶了，顾家肯定出事了。林子还活着，他现在还活着。谁敢动林子，我就让谁付出代价。我不嫁，大伯娘，求你们了，我不去。小丫头，等你过了门，就知道我的好了。铁栓给了80块彩礼，还有2袋细帮子面，这是你的福气。别折腾了，堂妹，乖乖跟姐夫走吧。走，上牛车。我不去，我不去。顾真，你还敢踹门，反了你了！我的腿，我的腿啊！红儿，顾真，你疯了是不是？小子，敢在我面前耍横！我的手，我的手啊！林子，到我身后来。顾真，你这个白眼狼，老子今天非教训你不可！你敢对我动手？顾真，把刀放下。二伯知道你委屈，可你拿刀伤人，顾家的脸面往哪儿搁？林子的事，我们可以坐下来慢慢商量。为了顾家大局，二伯，你跟我说大局，拿我亲妹妹的命去填大房的彩礼钱，这就是你说的顾家大局。顾真，家里难处你又不是不知道。铁栓家里有粮，玲子嫁过去不会吃亏，不会吃亏。李铁栓前头媳妇儿怎么没的，全村谁不知道？是啊，李铁栓前头那个走得不明不白，把18岁的小丫头嫁过去，这不是把人往火坑里推吗？顾真，这是顾家的家事，你当着外人嚷嚷，让别人怎么看顾家？外人怎么看？那你怎么不把你的女儿嫁过去？你胡说什么？李铁栓什么德行谁不知道？他会打人，我去了肯定没好日子，我才不去。听见了吗？自家闺女知道不能嫁，别人家的闺女18岁没爹没妈就该去送命。顾二郎，你名字里有个郎字，可你做的事儿比狼还狠。放肆！有你这么跟长辈说话的吗？顾家养你这么多年，我的胳膊，赔钱，给我赔钱！赔钱，赔老子的命钱，100块，还得退那80块彩礼，外加2袋细棒子面。老子一口没吃着，人还被弄成这样。今天你们大房不把账算明白，我就去6扇门让巡捕抓你们。100块，李铁神可真敢开口。再加80块彩礼，180块，大房哪凑得齐？退什么退？是顾真这小子发疯，要赔钱你找他去。顾真穷的叮当响，他拿什么赔？那80块彩礼，是你男人亲手揣兜里的。
今天这事儿其实很好解决，分家吧，分家吧。分什么家？顾真，你吃大房的米，喝大房的水，翅膀硬了想撂挑子，打死都不能分。我这条腿被你踹伤了，你得给大房当一辈子牛马还债。想走也行，先把这些年吃家里的粮食全还清。分家不仅要分，还要当着全村人的面立字据，断亲。李铁生要的100块见血钱我出，大房收的80块彩礼和2袋梆子面的折现也算我头上，一共180块，我顾真一个人全掏。180块，他哪来的底气？顾真，你要是能翻出一张大清阁，老娘趴下给你磕3个响头。让你们先蹦跶，跳得越高，后面摔得越惨。就算你真有180块，分家也别想。你今天敢跨出这个院门，我明天就让人抬着我去公社告你。你2头事压着，你还想走？打小你爹妈走得早，是我们把你们兄妹拉扯大。你现在拿刀拆家，就不怕全村人戳你脊梁骨？没少一口粥，全家粮油米面，哪个不是我挣的？我穿的全是顾红、顾宇剩下的破衣服。顾真，你气性大，二伯理解寒冬腊月，可你没自留地，没口粮指标寒冬腊月，连个窝棚都没有。你一个人喝西北风也就算了，难道还要拉着玲子去要饭？离了顾家，你什么都不是。哥，要不咱算了吧，我不闹了，我认命。玲子，不用认命，哥带你活。大伯大伯娘，你们要是不乐意也成。往后夜里睡觉最好睁只眼。今儿伤的是红哥的腿，明儿个折的是谁的胳膊还是脖子，那可说不准。你敢？你大可试试看，我敢不敢？乡亲们，我顾真把话撂这儿，我跟玲子必须从大房分出去，顾家1分自留地，1粒粗粮，半间土坯房，我都不要。光腚分家，净身出户。光腚分家，这小子是气急了吧？1粒米不带，他拿啥养妹子？李铁柱见血钱100块，彩礼和棒子蜜折现80块，我认。顾红的腿，我再补100块医药费。1个月内，1分不少拍在大房桌上，请大队支书过来，当着全村立下分家断亲字据。从今往后，我和玲子跟大房生老病死再无瓜葛。当家的，答应他，他拿不出钱还得滚回来。他要是真弄出来，那就是280块活票子。顾真，这可是你自己当着全村说的，280块1个月为限，少1分你就回来下地挣公金，伺候你红哥。1个月，少画大饼，现在就把100块给老子拍出来。掏不出钱，今天我拖也得把他拖回去。李铁栓，你今天把手伸过来碰他一下试试。三栓子，柱子。把顾家那丫头绑上牛车，这小子敢呲牙，就狠狠教训，留口气就行。哥，顾灵，闭上眼，别怕，今天有哥在，天王老子来了也碰不掉你一根头发。我看谁敢在咱大队地界上强抢民女！李铁栓，光天化日强抢民女。王支书，我花了80块彩礼娶的，这叫过了明路，哪能叫强抢？哼！上头天天喊自由恋爱，你这连拉带拽哪像自由恋爱？要不跟我去公盘保卫科解释解释？顾大虎，你亲侄女的婚事你一个人拍板，收了彩礼捂自己兜里。
小姑娘死活不肯，你还要拿绳子绑。支书，这是家务事，人都见红了，这叫家务事儿。你胳膊上的伤是你自己抢人抢出来的，你敢去告状，我先替你递一份买卖人口的揭发材料。支书，我也就是说说。你说，到底咋回事？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。你刚才嚷嚷着要分家，分家、断亲，光定分家净身出户，见血钱、退彩礼、医药费，统共280块，1个月为限，我一人扛。你拿什么出？1个月内，真金白银拍桌上。行，李铁栓，婚事作废，你不服，咱们现在去保卫科。铁栓哥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公事保卫科咱可招惹不起。行，就1个月，少1分，老子跟你拼命！王桂花，那80块彩礼，你们大房得先给老子吐出来！凭什么退？顾真认下了要替咱还，你找他要去。彩礼是大房收的，主意是大房出的，婚事没成，退钱天经地义。我退钱也成，可顾真断亲断的是他自己，没带顾灵，顾灵还是大房的人。280块，我1分不少扛，但断亲文书必须写明，我和玲子一起跟大房断得干干净净。成，我给你们例句。第一份欠条。顾真欠李铁栓见血费100块，欠顾大虎退台礼折现80块，欠顾红医药费100块，共计280块，限期1个月内还清。第二份断亲书，自即日起，顾真、顾灵兄妹2人与顾家大房彻底断绝宗族关系，穷通富贵，互不牵扯。大队支书王德贵作保见证。都过来，签字，按手印儿。哎，你这孩子就是个不知好歹的玩意儿。顾真，村尾水库边有间公家茅屋空着，你带妹子先去落脚，回头揭不开锅，来大队部找我。这情分，顾真记住了，谢王支书。玲子，走，哥带你回家。哥，280块钱咱怎么还得起？信哥的。从今往后，没谁能再欺负咱俩。这辈子，哥保你吃香的喝辣的。信哥的。3选1进化。
哥，咱这辈子不吃不喝也还不清，都怪我拖累你。玲子，把头抬起来，280块就是个屁，1个月绰绰有余。记住，从今往后咱兄妹俩只为自己活，谁的冷脸也不看，谁的鸟气也不受。我知道了，哥。我先把这窝归拢归整，你出去捡点干柴，就在眼皮底下，别跑远。嗯，我快去快回。这套行头扔在77年的农村炕头上，谁见了都只会当公社库房翻出来的陈年净货。撕掉尼龙商标，再把屋里收拾干净，齐活。哥，这是咱刚进来的那间破屋。还有，这后背褥是哪儿来的？墙角那个烂木箱子里翻出来的呗。真是这破箱子里的？不然呢？老天爷刮大风刮进来的。哥，这被子可真暖和呢。赶紧生火，外头天快黑透了。哥，咱连个火折子都没拿啊！你往后退2步。这水库边的火石就是好使。哥，这火生起来好暖和啊！你守着火，我出去转一圈，看看浅滩能不能摸条鱼对付对付。外头黑隆隆怪吓人的，你快点回来。玲子，瞧瞧这是什么？鱼，这么大一条！浅滩石头缝里卡着的笨鱼，一伸手就捞上来了。玲子，喝。我刚才喝水喝撑了，你包圆了。哥，你折腾一天了，你也得吃。让你吃就赶紧塞嘴里。哥，咱们离开了顾家，真的能活下去吗？能，快睡你的。不够，还差得远。吃饭要有桌椅板凳，砍柴要有钢口快刀，喝水得有陶瓷缸子。明天开始，一样一样置办。水库南边有片野生毛竹林，老竹子有手臂粗，家里连个搁碗的地方都没有，竹子最趁手。
哥，你一个人就砍了这么多竹子？这边竹子水土好，长得脆。不对啊，哥，这茶口咋这么平？这破刀能砍出这手艺？昨晚拿水库边青石板淬了淬。再说，你哥踹顾红腿都能踹伤，砍个竹子算啥？哥，这屋子有点像咱自己的家了。这不叫像，这就是咱的家。散装白面粉抓一小袋，掺玉米面和高粱面，揉成土黄色。在菜挑块带皮五花肉，蹭点泥巴水，裹上烂麻布和大树叶，最后拿口烧的底都黑透的生铁小锅。玲子，哥回来了。哥，这铁锅是要工业券的，还有细面和肉，你上哪儿弄的？咱穷死饿死也不能干犯法的事儿。你是不是去大队仓库偷了？这要是被保卫科抓着，要出大事的。把眼泪憋回去。你哥是那种人吗？玲子，你当哥每天不亮往深山老林里钻，真是去打猪草。我在后山摸到几株野山参苗子，慢慢养着挖了，托人拿到县城换了钱和票，偷偷收着。这破铁锅是拿粮票跟收破烂老头换的，肉是干腌肉，藏了3年，现在分家了才敢拿出来。哥，你藏了这么久？不藏着，难道拿回去给顾红他们糟？这事儿烂在肚子里，欠的280块，哥的小金库里还有老底，1个月绝对还得上。可要是透了风，哥，我打死都不说，谁问我都不说。哎，这石头今天咋这么好使？你哥手稳。香，太香了。哥，我得把门关严实了，这味儿要是飘出去，让村里人闻见还得了？水库风大，吹不进村里去。你过来老实待着。吃。哥，你也吃。慢点咽，没人跟你抢。哥，你咋光吃面没吃肉？我刚才切的时候尝了一块。1人1半，你不吃，我以后就再也不吃你带回来的东西了。行，1人1半。哥，咱欠的280块，小金库里真能凑出来吗？钱的事儿你别担心，哥不仅要还上这280块，还要让那些看咱笑话的人，往后连仰着脖子都看不清咱们的脚后跟。
真，你个烂骨头死哪儿去了？别嚎了，顾真昨天摁了手印分家了。免费的牛马走了，一堆活谁来干？红儿，别睡了，赶紧起来去挑水。哎呦，我的腿！顾宇，赶紧滚起来！今儿你不把缸挑满，全家勒紧裤背带饿死啊！真见鬼了，顾真非得分家。老二，赶紧给老子烧口热水擦身子。擦个泡屁身子！顾红，你就是个躺在炕上拉屎的废物。没顾真给你当牛马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说谁是废物？这冰水冻死个人，这都是顾灵的活儿，现在全推给我干。顾帅，滚出来帮我拧衣服！一大早子又不知道溜哪儿鬼混去。顾帅不见人，你也当看不见是不是？爹，外头都传开了，顾真不光净身出户，还把那280块债全揽到自己身上了。顾真那穷酸样，连顿饱饭都混不上，他能还得起？他敢净身出户，敢当着全村人的面摁血手印，这就说明啥？说明他的底气绝对不止那区280块钱。这不可能，他平时连口饱饭都混不上，去哪儿搞底气？越是让人看不出底气从哪儿来，越说明这里头藏着事儿。顾帅一早不见人，多半又跟刘二蛋混在一块儿，你去把他找回来，让他带刘二蛋去水库边盯着茅屋，先看顾真往外拿什么，屋里藏着什么。那我呢？你守村口和去公社的路，看管真往哪儿走，跟谁说话，手里的东西最后卖给谁。一个盯屋，一个盯人，把他的底牌摸清楚了，咱们才好走下一步棋。爹，您放心，屋里屋外他跟谁接头，我保证把他连底裤都看清楚。干啥？爹让你办件事儿，你带刘二蛋去水库边盯着顾真，看他屋里有什么，出门又带什么。大清早去水库蹲着干啥？闭嘴！爹说了，先盯着，别急着进去惊动人。知道了。走，先去看看顾真那穷里藏了什么宝贝。精装大米、罐头、金条，拿出来全是找死。只有鱼，不走粮站账，不要票。寒冬腊月，村里人弄不上来，天然掩护。
哥，面袋子不鼓，你省着点造。吃完我得出趟门，3条胖头鱼去公社换点活钱。哥，你大清早又下水了？浅汤上碰的，灶里压了炭，门顶死，生人来了别搭理。我知道。帅哥，咱蹲这瞅啥？闭嘴！我爹让我来摸顾真的底，老子先摸进去看看。大哥，天冷，抽一根带把的。兄弟，这烟哪儿弄的？家里亲戚在上面有点门道。兄弟，里面请。今儿过路钱免了，往后有事找我，道上叫我赵麻子。谢了。光腚分家的穷鬼，用得起铁锅大棉被，绝对偷了老顾家的棺材本，看老子怎么给你顺回二房去！谁？堂姐，日子不赖呀，搁这儿给顾真那货看家护运呢。你来干什么？老实交代，顾真偷的私房钱藏哪儿了？交出来，老子今天不动你。说不说钱在哪儿？我哥没有什么私房钱，东西都是我哥自己清清平白弄来的。你走。清白，去他的清白！哥说了，从今往后，谁的冷脸也不看。真想扛走，可大白天太扎眼，要是撞上顾真那活阎王，柴刀还不往脑门上劈，带不走那就毁了。顾灵，别装死，回来告诉顾真，二房的人可不是好糊弄的，他到底在外头搞什么名堂，迟早老子全给他扒个底儿底。帅哥，咋样？翻着啥金元宝没？闭嘴！邪了门了！走，回去给我打个回话。国营饭店大厨招待的偏偏是干部领导，这种人手里捏得住现金，眼睛毒，嘴巴严，天生的大主库。干灶台的对头等食材有本能直觉，7、8斤的大胖头鱼，这季节是饭局上的硬通货。新鲜野货带了几条？3条，条条过7斤的秤。给句痛快话，开个价。大哥，您是在国营灶上掌勺的吧？你小子眼睛倒是尖得很。靠手艺吃饭的人手上自然藏不住话。巧了，我也是靠这双手混口饭吃的。5块，3条全包了。大哥，这鱼您亲手。大哥，这鱼您亲手摸过验过，7、8斤胖头鱼，大冷天您踏遍整个公社的集，再找一条同样的出来瞧瞧。
您要是觉得合不来，我也不勉。站住！8块，不能再多了。大哥，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。我这20来斤的货，担了风险，没走计划内票据。您拎回灶上一架，鱼头炖豆腐汤，鱼尾巴红烧，鱼身裹面炸糖醋，3个撑台面的硬菜全齐活。10块，凑个整数。您在领导面前撑脸面，我也好买米下锅，痛快。小子，你这水里的硬货究竟从哪条道上来的？水库边上住，运气好，能在水浅的泥坑里摸着点别人漏掉的。往后手里还有这种硬货，直接绕到镇东头国营饭店后厨后门，敲3下找老李。记下了，李大哥。这10块钱算个屁，可它背后是撕开1977年这层厚屏障的第一道口子。只要老李这条线稳住，悬灵空间里的物资就能悄无声息变成现金流。哥，桌子被砸了，陶剑碎了，我没拦住，都怪我没用。疼不疼？哥，我不疼，我真没用，连个家都看不好。别动，泥沙裹在肉里，发了脓就是大病，疼也得忍着。谁干的？是顾帅，他踹的门，翻的箱子，还推了我，临走还在被子上吐了口痰。我擦了哥，我使劲擦了好多遍。顾帅那个窝囊废，有胆子跑2里地来踹门，目标明确，直奔箱子和被窝，这是来翻家底。背后那根绳子一定攥在顾二郎手里。玲子，你今天做得很好，你没退，你拿着棍子拦他了，你是好样的。哥，洗洗还能盖啊。他弄脏的东西咱不要了。打顾帅一顿那是混混路数，今天打断他一条腿，明天顾二郎就能去保卫科告我。老子今晚给你演一出阎王点卯，不留把柄，不用柴刀，用空间能力让这群吸血虫知道什么叫怕。喝了，早点睡。哥，门坏了，咱今晚咋睡啊？门，明天哥弄结实的。爹娘，我帅，我上去哐当一脚，那破门直接散架了。顾灵的病秧子缩在灶台拐角，我随手一挠，他自己滚泥地上了，脸也蹭破了。临走前我还一口痰吐在他那床新铺盖正中间，恶心死那对穷酸兄妹。这才是我赵翠兰生出来的种，干得漂亮！活该，谁让他跟着那个疯哥哥净身出户？爹，你打我干啥？顾帅，老子今天就算把你活活打死，都嫌脏了手。顾风，老子让你探底，你就是这么给老子办差的？爹，我只是让他远远探个风，没让他进门动手啊。2天前，顾真一脚踹伤顾红，一刀劈开李铁川胳膊，柴刀架在你大伯脖子边，你大伯连屁都没敢放。爹，这跟我有啥关系？那小子动手时眼都没眨一下，那是真把命豁出去的眼神。你知道你这一脚门踹下去，给二方招惹了什么东西吗？大不了他来找咱拼命，他还能一个人把咱全家都杀了？闭嘴！顾灵是他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，是他的逆鳞。他本来要报复的只有大房一家，可你今天打了顾灵，你等于亲手把一把刀递到顾真手里，告诉他，咱们二房也是他死名单上的仇人。当家的，帅儿年纪小不懂事儿，他也不是故意的。哼，人家只看你今天踹了门，动了手。那咋办？顾帅，你现在立刻去水库边破茅屋门口跪着，
磕头跟顾真认。凭什么？我不去，打死我也丢不起这个人。我是在保你的狗命。让亲儿子黑夜里去给断亲穷鬼磕头，往后他还怎么在村里做人？你顾老二还有没有脸面？脸面？现在是命要紧还是脸面要紧？你当了半辈子体面人，现在一点风吹草动就让亲骨肉去给外人当狗磕头，我还不如一头撞死！滚！全给老子滚出去！如果今晚顾真没来，那就说明他的隐忍和城府远超我的预估。他在憋一个能让二房一击致命的大招。白天在水库边破蛮屋，顾帅就是用这只手夺了顾灵的烧火棒，把他推倒在泥地上。我是高看他了，真要有种，昨晚就该提着刀杀上门。结果呢，连个屁都不敢放。娘，你这咸菜切的也太碎了，塞牙缝呢。有的吃就闭嘴。作死啊！粮食不当粮食。疼，娘，我的手疼啊！帅儿，咋了这是？摁住他，疯子，压他的腿！爹，顾帅右手食指颜色变了，发灰发黑了。这是冻疮发了。冻疮个屁！快去请老中医！快去请老中医！钟叔，到底咋了？你倒是下针拿药啊！不对，下不了针，也开不了刀，这根本不是普通病。不是病是啥？难不成撞邪了？不是撞邪，像是沾了极毒的腐蚀药，皮上没大伤，可里头已经坏透了。要救他的胳膊，就一个法子，趁还没爬过指根，把这根指头处理掉。不要，我不要！爹娘，谁敢动我儿的手指？不处理，半个时辰后就是整条胳膊出事，再晚命都保不住。前一刻顾帅还好好的，突然就中了毒。我查了所有器具，也没发现下毒手段。难道顾真真学了什么邪门手段？当家的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钟叔，借你药盒里的骨简试试。手要稳，只有一次机会。疯子，按住他，死死按住！滚一边去！再好，连你一起绑上！爹，求你不要！当家的，你可得给帅儿做主，不能便宜了那个田啥的。顾真，你给我等着！哥，又是肉。玲子，把这块肉揣怀里捂严实。现在出门，顺着水库边小路绕过去，直接去大队部找王支书。找支书干啥呀？找他评理。昨天顾帅跑到咱屋里搞破坏这事儿，你到了大队部就1510照实说，怎么踹的门，怎么骂的你，怎么推的你，一个字儿别漏。肉是用来堵闲人嘴的，支书要是推辞，你就搁桌上，别拿回来。可是咱昨天才刚闹完分家断亲，支书能管这烂摊子事儿吗？管不管是他的事儿，去不去是咱们的态度。玲子，会哭的孩子才有奶吃，你挨的打流的血，不能就这么白白接过去。去吧，别怕，按哥教你的说。哥，我知道了。支开软肋，才能清理战场。顾二郎这条老狗也该坐不住了。
我可怜的儿啊，一根手指就这么没了！顾真，你滚出来！你用邪术害我！顾真，你个毒蝎子，你害我儿断指不得好死！不敢开门是心虚，提刀冲出来是亡命。若他两样都不选，才最可怕。都闭嘴！二伯，大冷天全家总动员，跑到我这破屋来，有什么急事？你还装？你用化骨水害我手指！化骨水？二伯，顾帅是不是脑子被北风吹坏了？邪术、化骨水、画本子都没他能编。少装！你和你妹给我们家当牛做马，一辈子都不够赔！二伯，您儿子昨天刚踹我家门，欺负我妹妹，今天您就带一家人上门撒泼装疯，您不是最讲大局吗？今儿个当着大家的面，您给我评评理，这事儿到底该怎么算？武二郎，你们一家堵在这儿是要翻天啊！支书，您可算来了。王支书，你咋来了？我不来，还不知道你顾家二房要当水库边的土皇帝。误会，孩子之间小摩擦，我带他们来说道说道。真小子，你说，昨天顾帅踹碎我这避风的门，砸了我刚钉好的桌子，我妹妹拦一句，就被他推到石头地上。今天他们全家堵门，说我用邪术害人。王支书，我要真有那本事，还住这破棚子干啥？顾二郎，别的事儿能和稀泥，封建迷信这条红线，碰上就得死。顾二郎，邪术、化骨水，你们还敢搞封建迷信那一套？王支书，那都是孩子疼急了瞎咧咧，解释个屁！玲子，你脸上的伤谁弄的？顾帅堂弟，他踹门进来，抢我的烧火棍，把我推倒了。门谁踹的？桌子谁砸的？都是顾帅，人证物证俱在。你儿子上门打砸，欺负孤女在先，你们全家围堵，现在还敢污蔑人家搞封建迷信？顾二郎，你真当村里没有王法？王支书教训的对，是我没教育好孩子。顾帅，给你真哥赔不是！爹，疼！贞子，二伯对不住你。这钱你收着，把门修修。二伯的大局观，我领教了。门我会修，我妹妹流的血，我也会拿这钱去卫生所抓药。这事儿下不为例。贞子，往后他们再敢犯浑，直接来大队部找我。多谢支书。顾二郎，咱们的日子还长着呢。凭啥让我赔不是？是顾真用邪术害我。你懂个屁！没摸清顾真到底什么路数前，谁再敢惹他？不用他动手，老子先扒了谁的皮！都把皮封紧，下次那东西落到你们头上，是死是活，自己掂量。听明白了，爹。我天不亮砸冰洗衣裳，手被冻烂，还得看你脸色。现在好了吧？少了一根指头。顾一，你弟弟手指没了，你还敢躲着乐？从今天起，猪食、屎尿盆子、挑水、劈柴，全归你干。娘，我还没吃饭呢。吃什么吃？干活去！顾风，是你害的老子！要不是你拿半斤红糖票哄我去探风，我咋会去踹门？我的手指咋会没？我让你远远看一眼，谁让你踹门砸桌子？你自己蠢，别往我头上扣屎盆子！疯子，你弟弟这事儿，你当大哥的办得不地道。命令是我下的，可这口黑锅必须由你扛。是，爹，是我考虑不周，小弟这根指头，这账算我的。
这个年代，公社书记办公室的门也找不到这么密实的硬货。玲子，门安好了，快来看。哥，这门板哪儿来的？下午你睡觉时，我去隔壁村找张木匠换的，他后院正好多2块陈年老料。那得老费钱吧？没花钱，我摸了条5斤草鱼换的，他占便宜了。还疼不疼？不疼哥，这药水凉凉的，比老中医那发臭膏药管用多了。好了，别沾水，早点睡。这是我撬动70年代经济铁桶的第一根撬针。接下来，该去找老李谈一笔大买卖了。玲子，起来了。哥，你今天又要出门？去公社办点事儿，门从里头插死。今天不管谁来敲，就是天王老子来都不开，见没？我都听哥的。大米白面太重，目标大；冻猪肉太扎眼，容易引来纠察。要体积小，单价高，能一锤定音砸懵买家的奸货。李大哥，忙着呢。你小子倒是挺准时。上回那大胖头鱼成色确实硬，今儿又弄到什么好货了？少扯虚的，是骡子是马，牵出来溜溜。今天这货您肯定没见过。这是个什么老神子怪物？大石蟹，苏威那边远洋深海捞上来的极寒货，过水路被我碰巧截下来的奸货。我的个乖乖，跟刚从海里捞上来似的。下礼拜上面检查组下来，赵经理正愁拿不出硬菜，我要把这2只石蟹往桌上一放，这哪里是螃蟹，这是登天梯。开个价，50。50一只，你小子心比煤球还黑。李哥，您别拿半头猪跟我偷换概念。半头猪能做红烧肉，可领导缺您这口红烧肉吗？应该不缺。但这深海石蟹，别说咱公社，就算省城大饭店也未必见过这种带刺的高货。这蟹要是在下周席船上端出去，公社有面子，经理有面子，您李哥那就是立了大功。到时候一个食堂编制名额，难吗？嫌贵也不打紧，我扛去县委招待所后门转转，总有识货的主攻。慢着，撒手。50就50，2只100，老子今天算是被你拿捏死了。李哥，承您的情，回见。下回还有这种硬货，还是这门敲3下。刚才在后厨前厅破木门底下晃过一双黑布鞋，有人看见老李给我钱了。先保住钱，再处理尾巴。收。好了，就算现在把我扒个清光，也搜不出一个铜板。二狗哥，打这么重，不会出事儿吧？老子又不是第一回干这活，死不了。搜，把钱摸出来就走。二狗子，不对啊，空的。全翻，裤带、鞋底全翻。没有，1分钱都没有。不可能，老子亲眼看见他从巷子出来，胸口鼓了1大块，100块少说10张。那钱呢？这小子刚才拐进死胡同，肯定把钱藏了。继续找，墙缝、砖头底下、破瓦片底下，全翻。二狗哥，真没有一个铜板都找不着。晕得这么透，那就是藏了。把他扛走，等他醒了上点手段，我不信他不怕死。二狗哥醒了，他醒了。顾真是吧？我不认识他，售后只看到我拿钱，不可能知道我的名字。二狗子背后有人。说100块钱藏哪儿了？什么钱？我亲眼看见的，你在老李后厨接了10张大清糕。瘦猴是吧？我记住你了。
今天你这张脸是全虚全文走出去，还是被老子划花，就看你嘴巴利不利索。你认识我？瘦猴不知道我叫什么，是你告诉他的。你还认识顾家，认识顾二郎，还是顾大？你钱在哪儿？不是让你查老子户口。我劝你现在把刀收了，绳子解了，然后滚。我就当今天什么都没发生。行，你嘴硬。不过你那个妹子叫顾灵吧，18岁，住在水库边破茅屋里，孤零零一个小丫头，连个像样门栓都没有。二狗子，你想干什么？老子想要钱，你不交，我就带人去水库边把你那小妹妹卖了。18岁的黄花闺女，可比100块值钱。二狗子，你死定了！爷爷，我什么都没看见，二狗子是自己摔的，求您把我当个屁放了吧！抬起头，我信你。善后必须快，手不后悔。谁敢拿林子的命当筹码，谁就得拿命填。瘦猴是饭店正式工，二狗子必有同伙，两个大活人凭空消失，迟早有人查到水库边，得想好说辞。哥是被抓了，还是被大房劫了，还是顾二郎下了黑手？谁？是我。哥，你去哪儿了？你怎么才回来？事情不好办，耽搁了脚程。哥，你流血了！走田埂踩空，滑进烂泥沟里，那是红胶泥。不对，哥，我闻到血味儿了。把水喝了，早点睡，听话。哥，你明天别走那么远了，你不在，我好害怕。不走了。接下来该抓出幕后那只鬼了。瘦猴通风报信，二狗子见财起意，看似合理。可二狗子怎么知道我全名？又怎么知道林子18岁？知道我们刚搬去水库边，门都没修好，这背后一定有人。爹，你到底转个什么名堂？大半夜跟拉磨的驴似的！闭上你的臭嘴！二狗子本名姚家明，是县城混混头子。下午打牌时，一个瘦高小子在二狗子耳边嘀咕了几句，二狗子牌一扔就跑了。我隐约听到顾家那小子几个字，这心里咋能踏实？当家的，大半夜的你诈尸啊？又往哪儿疯跑？使憋的，去茅房。姚大队长，虎哥，你这分了家，院子里看着倒是冷清了不少啊。大队长，这大半夜您怎么亲自来了？是不是佳明兄弟他？哦，你问佳明啊？他中午兴奋地来找我说虎哥够意思，不仅记着旧账，还给他指了条吃白事的肥羊明路。佳明兄弟待我不错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我还特意切了2斤猪头肉，烫了一壶好烧酒，等他回来。可是虎哥啊，佳明他没回来。佳明兄弟没回来。虎哥，你在这地界混了几十年，受累教教我，到底什么路数的通天大佛，有胆子也有能耐，留得住我姚家天的亲弟弟？姚大队长，我真不知道佳明兄弟去了哪儿啊！中午那会儿，有个干瘦高个跟他嘀咕2句，他立马就跟着走了。我2条腿慢，追都没追上啊！瘦高个，对，瞧着像国营饭店端盘子的。虎哥，你刚才连着说了2回不知道，说1遍不知道，我当你怕生；说2遍不知道，我当你被吓着了。可你要是敢说第3遍，我就当你拿我当猴耍。是我指得到，是我。佳明兄弟来要那100多利息，我兜里比脸还干净，就顺嘴提了一句，我说我那个刚分家的瘟神侄子这2天手脚阔绰的邪门，手里肯定有活钱。接着说，那小子分家那天拿着带血柴刀，一脚踹伤我家老大的腿，一刀砍了李铁树的胳膊，眼珠子都不眨。他还敢担下280块欠款，净身出户，住水库那的漏风棚子里，却弄来了大铁锅，
上好棉被。最邪乎的是昨天二房小子去踹他的门，大白天手指头就坏了。钟老头说是化骨水，生生剪了指头。大队长，那小子绝对会邪术，他中邪了。佳明那个走惯夜路的老油条，去摸一个泥腿子的底，结果一天一夜生不见人，死不见神，这水不浅。虎哥，那旧账先搁着，不急。谢谢姚大队长。明儿天不亮，你走前头领路，带我去会会那间水库边的破棚子，我倒要亲眼过过秤，看看这个会邪术的小子到底是个什么牛鬼蛇神。是。佳明要是真折在里头了，虎哥，这笔烂账我可得找你一时算清楚。明儿太阳升起来，要么顾真去死，要么我替二小子填命。打头的是顾大虎，还有一个穿风衣的。我有刀，但林子还在屋里，得先清场。嘘，林子，穿鞋，别出声，快！快跑！贴着水库矮坡下到松树林，找个背风石头缩着，没我叫你，绝对不许出来。哥，他们都带了棍子。松手，走！那是6个壮汉，哥哥就一个人，躲在这里，只能听着哥哥被打死，得去找王支书。就是这儿，大队长。去叫门。大门锁死了，就走窗户。屋里的人受累出来说2句话。是谁啊？保卫科的，我姓姚，姚家天。不认识。大清早来送门神啊？有事说事儿。保卫科接到举报，你涉嫌参与一起恶性失踪案件，立刻开门，跟我们回大队部配合调查。要我配合调查，批文呢？什么？拘捕证带了没有？保卫科执行公务，带走嫌疑人不需要。不需要。没立案，没批文，没传票，你带着4个拿凶器的闲杂人堵在我家门口，这不叫执行公务，这叫私闯民宅。好，好得很。既然你不吃敬酒，老子今天就教教你什么叫规矩。砸！外行举刀过顶是壮胆，真正要命的疯狗才刀尖朝下。只要我跨过窗台，这把柴刀就会从下往上贴身一撩，4个手下能把它打成肉泥。可我绝对是第一个陪葬。姚大队长，怎么停了？腿再迈高点，跨过这个坎，咱们就有的谈了。大飞，进去分2个撞正门，先拿棍子废了他拿刀的手。是。今天谁敢把脑袋探进来，谁就把命留下。都他娘的愣着干什么？姚家天没去松树林，居然跑去搬救兵，好样的！王支书，误会，保卫科只是来例行走访。放屁！带着4根砸骨头的胶棍走访，把我社员窗户砸个稀巴烂的走访。你堂堂县保卫科大队长，跑到我红旗大队地盘上，不跟我透气，不带红绳条子，上来就砸门动粗。王支书消消火，我弟弟昨天在贵大队辖区不见了，保卫科接到举报线索才来带嫌疑人。谁举报的？人证口供在哪儿？物证在哪儿？传唤条子在哪儿？你光凭个赌鬼随口胡咧咧就来抓人，拿什么说服我？佳明干的是劫道的活，借我3个胆子也不敢立案。今天是指望保卫科这张皮吓唬乡下人，可撞上王德贵，这张皮漏风了。
姚家天，我今儿把话敞开放这儿，顾真是我红旗大队上了户口的社员，没证据没批问，谁要敢强势动他一根手头，我这把老骨头今天就跟你们拼在这烂泥地上。这不是县大院，是抱团的乡下宗族，真动起手见了血，惹出械斗，我屁股底下那些脏事立马得被翻出来。王支书说的对，凡事讲证据。今儿是我心急，办差不严谨，惊了贵大队的同志，对不住了。这声对不住，我认。这人丢了，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。小兄弟，山高水长，咱们有的是时间慢慢盘算。支书，今儿您老站在这儿的情分，我顾真记在心里。真小子，姚家天是条成了精的毒蛇，今天撤了，不代表翻篇。这人黑白两道的网铺得比蜘蛛网还密，你有蛮力也别跟他硬碰硬。这段日子夹起尾巴做人，别惹事儿，别冒尖，别给他留咬你的借口。王叔，我懂。姚家天被逼退，只是暂时止损。要掀翻这条地头蛇，靠蛮力不够，得借刀杀人。最大的那把刀马上就要悬在头顶了，接下来上面会从严从重清算历史烂账，那些地头蛇全都在清算名单里。那人喜欢玩证据，那我就把他的人证、物证、流水账一笔一笔摸清楚。等整风风暴一到，把这本账册往工作组桌上一放，那人这张护身符就会变成绞死他全家的绳。把粗麻绳翻出来，今晚先把窗户堵上。那些坏人还会来吗？有王支书在，暂时不敢。收拾厚衣裳，把新被子也打上。你去王支书家住2天。我不去，哥在哪儿我就在哪儿。这是保命，不打商量。你安全了，哥出去才不用分心。把鸡炖上，一会儿端去支书家。哇，啥东西好香呀！是真小子，进屋说。王叔，水库那边不安全，让玲子在您这儿借住几天。那你呢？毒蛇吐芯子了，我得去把线头理清楚。姚家天路子野，灵丫头就在这儿住下。谢谢王叔。水库别回去了，姚家天记仇，你躲开他的眼皮子，他反而摸不准你。王叔，我心里有数，玲子拜托您了，在我这儿谁也动不了他，你自己把招子放亮。哥，路上垫肚子，早点回来接我。等我。那泥腿子握刀太专业，佳明一定折了。大飞，挑2个手脚麻利的，今晚摸进水库破茅屋，留全尸还是半条命？反抗就废手脚，怂了就装麻袋带回来。我要亲口问他，我弟弟埋在哪条沟。人呢？撤，回去报信儿。人呢？天哥，屋里空了，人没了，东西也全没了。不是逃命，是清理战场，把软肋安顿好，再腾出手跟我死磕。动用所有暗线，查顾真在哪儿，查他妹妹藏在哪儿。小子，看是你的刀快，还是我的网密？谁？我。兄弟，大半夜走路没声，魂儿都快吓飞了。您这是买命还是打听消息？姚家天，这位爷，我不敢。不让你办他，只问他捞钱的偏门营又在哪儿。
那位田爷碰一下都得掉层皮。赵哥，姚家天今天吞我，明天未必不吞你。他手底下收的太平钱一年比一年狠，迟早连我也得被炖了。县城郊外机械厂老厂区后头有排防空暗洞，外头是锅炉煤渣堆，里面就是耍钱坊。入口，煤渣堆最西头，断青砖墙根有块活口大青砖，抽出来就是斜坡暗道。岗哨2道，第1道认熟脸，第2道搜身，铁器全收。开局时间：逢3、6、9，子时开，卯时散。今天初4，后天开局。今晚你只是在这抽烟，没见过我。姚家天靠观医吃白道，靠毒房吸泥腿子的血，把罪证送到调查组手里，才是最见血封豪的杀招。天哥，查实了，顾灵在王德贵家，顾真没影了。街面、镇头、周边大队都筛过，没人见过。先把妹妹塞进铁桶阵，再自己消失，这不是逃，是准备反过来弄死我。耍钱坊暗哨加1倍，陌生面孔往死里搜。是。今晚外圈放风哨翻1倍，4个角全塞人。半刻钟轮查1趟，野生的野猫都先剁爪子。敲开老水泥，就是直通防空洞穹顶的天窗。地下真热闹。账房就是今晚的7寸。现金收。金银细彩收，账本收，连皮带骨收干净。老赵醒着没？这几天都给我警醒点。顾真，外头明哨暗哨全瞎了。有贼，毒死他！地下没窗没天光，他们就是瞎子。这什么东西？喷我身上了！燃油，他手里是燃油。一个人在20几号人的地盘里，把整个毒坊掀翻，还毫发无伤的蒸发了。邪行，太邪行了！天哥，账房被搬空了，钱、金条、银元首饰全没了。还有吗？还有，写着外先生总账的3本账。谁拿的？顾真。废物！20多号人，让一个泥腿子凿洞钻进来，把老子的档口扒光了。3本账啊，10几年的把柄全捏在顾真手里。天哥，接下来怎么办？动用所有暗线，耳朵、欠账户，把顾真从土里刨出来，活的死的都行。3本账3天内必须拿回来，过期没消息，你就准备棺材板。今天不发车，有拿刀的江洋大寨进了县城，都滚回去！看见穿灰布褂子的，先按住手再回话。飞哥，
天哥放了死话，3天刨不出人，咱全得完蛋。姚家折了底盘，肯定封死出城路。现在往外闯，就是撞枪口。反其道而行，扎进县城最脏最乱的地方，灯下黑。3本账锁在空间铁柜里，他们掘地3尺也找不到。可账本死藏着就是废纸，引爆了才有杀伤力。老李说县里2把手要来视察，得确认时间。明天来的是周元庆，新调来的2把手，分管农业和整风，光一道帝王蟹不够撑场面。谁？李师傅，是我。保卫科都翻天了，你还敢来？我走得到隐蔽。真货，多少钱？白送。你想让我干什么？明天领导视察，席面过半，领导吃的最高兴时，你把一个纸包递给他秘书。你疯了！我一个掌勺的，给领导递举报材料。领导到新地方，最需要政绩。他分管整风，需要一把火，把子越大，功劳越大。万一查到我头上，查不出来。你只是上菜的厨子，顺手帮人带东西。事成之后，要鱼有鱼，要蟹有蟹，长线买卖一直做。东西呢？明天中午就说公社群众匿名举报材料，托你代转，多一个字别说，少一个字别漏。拿着，外头风大，小心点。多谢李大哥。这一步迈出去，就没有回头路了。大飞跟我几年了？整7年了。7年了，你是我最贴心的人。明天周元庆下来视察，那3本账要是被捅出去，总得有个分量够重的人认下盘子。那流水上万，认下来是要命的。呵呵，所以我说是商量嘛。你顶罪，我保你3个月内出来，出来后咱俩5-5分账。能不能让我再想想？你老家那个瞎眼老娘腿脚不利索吧？老屋后头那口井可深得很。我认了。好兄弟，3个月，天哥接你出来喝酒。3个月出来，姚家天连亲弟弟都能当儿，我算什么？可我还有个瞎眼老娘。既然你主子不当人，这把屠刀就别怪我借花献佛。哭够了没？别动，再动一下，你猜我会做什么？顾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姚家天让你顶罪了，对吧？歪先生这口黑锅，够压死人的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要是想送你上路，你已经没了。大飞，我是来拉你一把的。账本上万流水，是要命的罪。你真以为姚家天会放过你？牢里死个替死鬼，最省事。畏罪自杀，死无对证。我娘，我死了，她也没盼头了。所以我来了。死路一条，未必不能变活路，就看你选哪条。你能帮我？我帮不了你，但你自己可以帮自己。姚家天想拿我当替死鬼，还想让我瞎眼老娘去死。好，那就大伙儿一起死。记住了，记住了。明儿个好好表现，是当垫脚石还是当催命符，看你自己。天哥，你既然非要我死，那这口棺材我一定多给你钉2颗丧门钉。好地方，名字响亮，气象也板正吧。周老板，
上午看的那几样山货，您要是觉得还行，下午咱们就把长期供货定下来。生意不急，先尝尝你说的好菜。这是什么？用海带和山菌吊了底汤。这东西不错，货源在谁手里？是一个走山路的年轻人送来的，我只认货，没问过他的底。只要货进了这个县城，我就能帮周老板找到长期的路子。先吃饭，饭后再谈货。钱先生，有几户欠账人留下的旧账，说可能跟你们要谈的货站有关。谁让你交的？我只是帮着转交，别的不清楚。老李刚才交给我的，我看了几页，里面不只是货站进出账。念几笔？张老四借12元，半年后归账24元，当年棉花全部抵账。刘春花欠8元，长子在梅阳做工，工签按月抵账。孙有才借40元，催账后家中出事，后面只写了已结。货站每月都会抽走一笔钱，记进同一栏。收快人呢？没有名字，只写了一个 Y。还有这里，木耳入货320斤，账上损耗130斤，跟我刚才问的数正好对上。所谓损耗没有销毁单，折价的钱却并入了外账。把席上那几位货商的收据借来。不是凭空编的账，供货、压价、补款，每一环都有外面的单据能对上。拿货证的流水填私账，再拿下家的货款填货证，这样的生意做不长。还签吗？签之前，让姚家天先把这些账说清楚。姚先生，这几本账跟宏发货站有没有关系？货站的账一向由大飞经账，是不是真账得问他。账上3处库单编号跟席上2位货商手里的原单相符。若是大飞做的私账，他从哪儿弄来别人手里的存根？货站人多手杂，抄几个号码不难。大飞跟了我多年，我一直信他。谁知道他在外头结了什么仇，收了什么好处？当着几位老板的面，把你做的账说清楚，想好了再开口。账是真的，但这不是我的私账，我只负责贩钞。每月的原始收据都锁在货站铁柜的第2层甲板下。钥匙在谁手里？只有天哥有。外面的借账、货站的货款，月底都会汇到外账。去年我有一车药材被扣了3成，说是品相不好，可账上这3成怎么也进了外账？那批药材当天就原价转卖了，压下来的钱没有进货做公账，原始收据就在甲板里。难怪我们越供越欠，货站的账却永远对不清。周老板，做大买卖哪本账里没有几笔说不清的旧数？合同照签。我愿意把首批货价再让1成，至于这些欠账，我关起门慢慢理。价钱能让，账不能糊涂。今天若拿别人的货款填你的旧账，明天就会拿我的定金填今天的窟窿。这不是便宜，是无底洞。大飞，我姓郭，账上却只有外。这笔账应该属于谁？你比我清楚。这笔长期供货不签了，之前压在货船的定金和货款，先一笔笔对清。
一个敢把3年生意压在酒桌上的人，见了3本旧账，却连一句都说不清。这笔买卖到这里就算完了。人跑了，我们赶紧去追。先别乱，账册在，货站也跑不了。大家各自把货款和收据对清，没核实前，暂停跟宏发货处结账。周老板，除了 Y， 后面还有几个记号？不要凭字母猜人，咱们只核自己的生意账，有凭据的一笔会算，没凭据的暂时不动。可我的货还压在宏发货站，今晚要是被转走怎么办？谁的货谁的单，就由谁去看住。没有结清货款的，先停止交货；已经入库的，把数量、品项和收调重新抄一份。你把手里的存支拿来，只要编号能跟账册里的备注对上，就记进核对表。我不是想占便宜，我只想知道，货卖出去了，为什么每次到我手里的钱都少一截？所以更不能追着一个人乱跑，人会躲，写过的收据和送过的货不会凭空消失。我得先回老家把我娘接走。去吧，你说出来的账后面还得一笔笔对，别再替任何人乱认。长期供货黄了，各家货款一断，货站根本撑不过今晚。马六呢？让他把后院那辆车开出来，马上送我去临县。马路一早就走货了，什么时候回没准儿。昨晚他还说随叫随到，宏发货站欠他2趟运费。刚才街上又传开，说几家货都停了账，他有一家老小，不敢再替你冒险。往车站那边找，天哥一定要赶车。这些人不是来护我，是怕我带走货段剩下的钱。还有城北那笔退路，只要拿到邮布包，背后几家就得保我离开。大飞放出的假路子已经把人引去东边，姚家天辰真正的退路在城北废纺织厂。只要赶上今晚的火车，离开这里，过几年一样能东山再起。不是货站的人，姚家天背后的合伙人比我先到了。账不是我送出去的，是大飞和顾真合伙算计我，给我2天，我能把账和生意全抢回来。周元庆退了供货单，几家货商也停了货款，你的名字已经压不住这条路了。过去半年，货站每月交来的按股钱少了30%，你说是压在山货上。现在账翻出来，那3方全进了你自己的退路。账是大飞做的，他故意把脏水往我身上泼。咱们合作这么多年，你们宁可信一个伙计。我们不信他，也不信你，我们只信收据。你包里的存折尾号、车票日期跟分账纸缺掉的数正好对上。我还有状，还有库里的货。库里的大半货物没有付清，货主已经守在门口，剩下那点儿卖了也不够补欠款。宏发这块招牌，从你跳窗那刻起就不值钱了。给我1个月，我能重新找买家。周元庆不要，自然有人要。我们给过你机会，你却拿大家的本钱给自己买后路。这些都是我自己挣下的，
钥匙会交给留在货站的人，让他们拿库存兑欠款。至于你，今晚离开这里，以后别再打红叉货站和这几条货路的主意。凭什么？那是我的货主！你若还把自己当掌柜，就该留下把每一笔账对清。你既然先藏了钞票，就别再说舍不得招牌。摸上城外运煤火车，换个名字出地界，外头照样能爬起来。趁他病，要他命。4个都戴深色皮手套，专业清道夫。看来账本牵扯到的势力出手洗地了。狗咬狗，最适合站在台下看。我对上面一直忠心，账本不是我偷出去的，是大飞反水。这事我能扛到底，半个字都不会牵扯大哥。为什么还要赶尽杀绝？姚队长，死人的嘴才最严。上面让我带句话，天哥，这些年辛苦了，路走完了，该歇着了。你以为自己是一方土皇帝，到头来不过是大人物养在笼子里，随时能丢掉的一盘菜。一家人嘛，黄泉路上没个伴儿多冷清，这下整整齐齐。王叔啊，顾真半个月没回来，估计死外头了。顾灵就剩我们这些亲人，我要接他回去照顾。放狗屁！段亲叔当着几十号人的面摁了血手印儿，你们大房跟着兄妹俩早就两不相干。一个死人签的字能作数吗？我们老顾家的血脉凭什么留在外姓人家？王桂花，你少装好人。你们是看顾红瘫在墙上没人伺候，顾宇又不肯下地，才想抓我回去当丫鬟。段亲书写的清清楚楚，两不相干。我哥绝对没死，就算他不在，我这辈子要饭也不进你们大房的门。呸！算盘打得我在村委挑粪都听见了，还说认侄女，合着是缺伺候人的丫鬟。小贱蹄子，老娘撕烂你的嘴！王支书，这是我们老顾家教训自家丫头，您别乱掺和。这一步退了，以后都抬不起头做人。你碰他一下试试。顾真回来了，不是说死城里了吗？这不是好端端的。大伯娘，您这巴掌要是真落下来，我怕您哪天走夜路摔着，到时候您得回屋跟顾红哥抢炕上躺的位置了。顾真，你半个月不着家，是不是在外头干了啥见不得人的事儿？老娘今天是来接亲侄女，你一个分出去的单干户，少管闲事儿，少管闲事儿，少装死狗。当初你按血手印儿说好赔我家红儿100块断腿钱，今天掏不出钱，段亲就是废纸，顾灵必须跟我回去。想拿字据压人，要钱是吧？滚！老天爷，全是大团结，整整10张啊！别以为100块就能打发老娘，我家红儿伤筋动骨，还得再出50块营养费。行啊，饲养费合理，可以给。不过大伯婆给了50块，
我怕你们分家不够抢。不如今天我受点累，顺道把你的腿也废了，再补你100块，凑个200整数，好事成双。大房的账先清一笔，还差李铁空那180，还有20天，够用。王叔，今天给您添麻烦了。顾真，你半个月没露面，刚才那10张崭新的大联合从哪儿来的？跟叔交个底，没在外边干伤天害理的事儿吧？王叔，钱是干净的，我跟国营饭店后厨搭上线，山里的好东西拿到城里值钱，一手交货一手拿钱，经得起查。顾真，之后你有什么打算？王老，我想让玲子去读书。读书？你手里有点钱，不盖房，不说媳妇儿，先让玲子读书。今年国家刚恢复高考，咱们泥腿子在地里刨一辈子也刨不出头。高考是上头递下来的登天梯，只有读出来，玲子才能彻底从老顾家的烂泥坑里拔出去。好小子，有眼界！你爹当年没看错你。哥，我没高小文凭，爹教的字也忘得差不多了，我考不上的。我能干活，一天能挣6个工分。咱家这么穷，我去学识会拖累哥。钱的事儿你不用管，哥今天能掏100，明天就能掏200。那280块债，哥敢接，是因为哥有底气。哥不想你在这村里围着锅台和猪食凿子过一辈子。我要你读书，去考大学，你要飞出这烂泥坑，去看看外面的天地有多大。王老，玲子底子薄，几乎要从头学。村里有没有人能给她开小灶？有，大队知青点有个沪上下来的女知青，脾气好，肚子里有墨水。之前夜校扫盲，她教过几天，讲的细，让她私下辅导玲子准行。她叫什么？白月瑶。1977年11月上旬，水库边芦苇荡里发现了一具女尸，死的就是白月瑶。第3天，10多辆军绿色吉普车从省城杀进红旗公社，县城地皮都被翻了3遍，最后却只抓了几个替罪羊。真凶成了悬案，案发地点就在水库边，就在我现在住的破茅屋附近。如果白月瑶去水库边辅导玲子，很可能把玲子也卷进去。怎么了？没事儿，走神了。王老，知青点那边我不方便直接去，辅导的事儿麻烦您出面沟通，价钱2两，我出双倍。行，这事儿包我身上。下午我去知青点。娘，就这么算了。算。今天那100块，他连眼皮都没眨一下就甩出来了。娘的意思是，哼，说明他手里远不止这个数。这100块只是开胃的。10张崭新的大团结呀！不把那小八兜里的油水刮干净，老娘睡不着。
你顾家大房还有脸来？老子先放了你这头肥猪的血，填顾真砍老子一刀的债！杀我！你个没出息的怂包，就敢在自己家里摔碗撒气！顾真今天当着全村人的面，随手甩出100块大馋盒，你呢，在破屋里砸碗听香。以前能抡大锤，现在全干不了。村里人看我的眼神也从怕变成看笑话。有钱又能咋样？那小杂种是活阎王，老子才不去触霉头！滚！他要真是活阎王，今天能老老实实掏钱给我。这说明他在外头惹了捂不住的大事，怕咱们闹去公社，拿钱破财免灾。趁他现在虚，不把骨髓抽干，你还等他缓过劲儿反咬你？明天你多叫几个不怕事儿的，去堵水库边那破茅屋，一开口往大了要，就说你胳膊废了，后半辈子干不了重活，要他赔300、500，超过那180块旧账的部分，咱俩5分。他今天掏100，眉头都没皱，手里绝对有几百上千，够你盖3间大瓦房。老子连前头那个都敢打，还怕他一个20岁的？干了！老子连命都豁出去，还怕他一个毛都没长齐的泥腿子？那就定了。明天一早，你带人堵他的门，别一个人去。那小崽子手上有刀，多叫几条够硬的。放心，3转子和柱子上回下软了腿，我不找他们。我去叫隔壁村刘瘸子，那货蹲过3年大牢，有真功夫。明天的事儿别提我，谁问都说是你自己去要旧账。哼，这还用你教？顾真，老子明天就去会你。这里四面透风，连道院墙都没有。上次姚家人能直接堵门，下次再来人，连缓冲的地方都没有。1个月内，院墙、茅房和隔间都得建好。顾真，铁栓哥，好久不见。少套近乎！你害我不能杀猪劈柴，1把不够，今天必须赔540，少1分钱就废你一条胳膊。剩下的180，正好今天结清。180，拿钱走人。铁哥，正好180。这是旧账，还差360。当初在王支书面前写的清楚，赔偿180，你也按了手印儿，钱已经还清。这里荒无人烟，再闹下去，真出什么事儿，也没人看见。一起上，先废他的手！杀我的腿！别打了，我错了。1月之期还没到，谁让你提前来的？王桂花，是他让我来的。他昨晚来找我，说你随手就能拿出100块，手里肯定还有钱。他让我多要360，拿到手后跟他1人1半。你知不知道自己被王桂花当枪使了？多拿360，先分他一半。你带来的2个人出了力受了伤，也得分钱。最后钱没剩多少，打是你挨的，仇是你结的，真出事儿承担责任的也是你。王桂花躲在家里，不冒风险，只等分钱。你觉得这买卖公平吗？更何况你也打不过我，
钱没多拿，反倒白挨一顿，冤不冤？既然王鬼桂花坑你，我这里倒有一桩买卖。什么买卖？我看顾家大房、二房也不顺眼，以后你替我盯着他们，让他们安分一点。事情是你和顾家的私人恩怨，跟我没有关系。做事稳妥，别把我牵扯进去。一顿饱不如顿顿饱，留着他们，往后才有生意。每个月固定2块，事情办得漂亮，另外给钱。要我做什么？让他们吃些苦头，长长记性。但有一条，不能闹出人命。我要是办完事儿，你翻脸不认账呢？300块合作费，也算你们3个的医药钱。你可以拿钱不办事，我就当丢了。不过收了钱，就得办事儿，这是规矩。带上你的人回去养伤，事情不用急，慢慢来。